嘿，大家好，我是悟空。今天这视频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像这种单网口的迷你电脑。当然这个是即墨克的，性价比非常高哈，就是当时是599买的。像这种单网口的迷你电脑怎么做软路由？那提到这个单网口的迷你电脑，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啊，尤其是我的观众，可能都多多少少接触过。其实你现在市面上就是销售的这些桌面迷你电脑，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单网口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单网口是可以做这个旁路由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大家都知道。但是这种单网口的能不能做软路由呢？这就是一个疑问。实际上，像这种单网口的迷你电脑，它还有一个隐性的条件，就是它还具备 WiFi 啊，你甭管是 WiFi 5的还是 WiFi 6的，总之它是具备无线网卡的。那么无线网卡加有线网卡组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双网卡。只要是双网卡的，其实理论上都是可以做软路由器的。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搭建一下，就是我们在不影响日常办公的情况下3个平台，一个是 Windows 平台，一个是 Linux， 比如上次我们介绍的深度系统，再有就是去年比较流行的性价比非常高的苹果电脑 Mac mini 那个 M2 芯片的，其实它也是无线加有线的一个组合。只要是这样的一个桌面迷你电脑，怎么来搭建一个临时的软路由？那这里我们先说一下使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它的这个使用条件呢，就是你家里面得具备一个能够上网的 WiFi。什么是能上网的 WiFi 呢？基本上包含这2种情况，比如说你的光猫本身就是已经拨号的，并且呢，这个光猫是带 WiFi 信号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前面的这个主路由已经拨过号了，并且这个主路由也带 WiFi 信号，也能上网。这2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哈。那么如果说你想后续增加这个网口的数量，或者说想扩展这个 WiFi 信号的话，那么你可以额外的再加其他的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交换机。今天我们要借助的工具呢，就是虚拟机。在 Windows 和 Linux 这2个平台呢，我们使用的是 VirtualBox 这个虚拟机。VirtualBox 这个虚拟机呢，我们上一期视频已经讲过它的一个基本用法。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可以看一看上期视频。在苹果 macOS 下，我们使用的是 UTM 这个虚拟机。那这2个虚拟机呢，其实都是免费的，并且支持网卡桥接的。今天我们的设计思路呢，就是把 WiFi 作为虚拟软路由的 WAN 口，负责接收 Internet； 把有线网口作为虚拟软路由的 LAN 口，负责 DHCP 的分发。可能有小伙伴会问如果反过来行不行呢？理论上其实也是可行的，但是绝大多数内置的 WiFi 呢，其实都不具备发射信号的功能。所以说，如果你想那样做的话，你需要额外的添加一个具备发射 WiFi 信号的 USB 的无线网卡，并且呢，你要确保 OpenWRT 的系统具备它的驱动。所以呢，普适性并不是很高。但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呢，我会在后面做一个相关的演示。好，那首先说一下这个 Windows 这个平台。我们首先要下载一个 VirtualBox 虚拟机，找到这个 VirtualBox 的官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客户端。除了客户端之外呢，还需要下载一个它的扩展包，用于识别 USB 设备什么的。实际上这边我已经下载好了分别对应的就是这个文件和这个文件。那除此之外呢，当你安装的时候，它可能会提示缺少这个 VC++ 的一个环境库，所以你还得去微软的官网去下载它的一个相关的 VC++ 的库。我这边其实也已经下载好了。所以首先第一步呢，是先安装这个所需要的环境。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这个今天的一个主角，就是 SOS 的一个固件，这个是它的官网，点击固件下载。推荐各位下载这个2023年11月24号这版本。2023年12月8号这个版本之后呢，它实际上都是WAN口默认防火墙是关闭的，所以虚拟机访问WAN口不能直接访问它的这个 Web UI 界面，所以我推荐大家直接下载这个以前的版本，通过固件升级的方式再升级到最新版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边。所以首先要安装这个 VC++ 的一个环境。那这些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打包放到网盘里面。好，现在这个环境库已经安装好了，我们再次安装这个 VirtualBox。好，那么这一次呢，它就没有报错了。这个安装位置，这个你自己选一下就行了，我就选默认的了。好，点击立即安装。OK， 那现在已经安装好了，我们点击完成看一下，已经出现了这个界面。刚才我说过除了安装这个呢，还要安装一个扩展包，绿色的这个我之前已经安装过了。如果说你没有安装的话你在这边需要自己手动安装一下。接下来呢，是我们需要把这个 SOS 呢转换成 VDI。首先下载是一个压缩包，我们把它解压。这里面呢，我们最好是给它重命名一下
啊，比如说就叫 s.os 点 img。OK， 这样我们把它提取出来。可能在解压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报错信息哈，其实不用管它啊，这个跟你的压缩方式可能有一定关系，先不用管它。大家可以看到，这已经解压出来了。我们右键点击这个快捷方式，打开文件所在的位置。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路径下呢，然后右键在终端打开。好，这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我写这个文档，其实它非常简单哈，就是这么一个语法。用 VBox Manager， 然后有一个命令叫做 cover dd， 然后前面这个就是我们的 OpenWrt 的一个镜像解压之后的哈，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转换之后的叫 VDI。具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复制这一行代码。那我这里面就比较特殊啊，因为这个 s.os 的这个镜像正好在桌面上，所以我在这边呢就是输入的这个路径呢是在桌面上。然后输出的这个路径呢，我也给它输出到这个桌面上你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自己修改哈，因为我的这个用户名叫悟空，也许你不叫这个悟空，也许叫张三啊、李四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个就是你桌面所在的这个路径，所以我们这边呢先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右键粘贴，然后回车，好，这时候它就开始转换了非常快就已经转换完了，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它转换之后的173兆。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 VirtualBox， 我们点击这个管理下面有一个全局设定。那在全局设定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你的创建的虚拟机呢，一般默认都保存在这个地方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路径不太一样你可以指定它放在哪里都可以。我这边呢就比较习惯放在文档下边的 VMS， 你也可以指定其他的路径。然后点击这个控制下面有一个新键。比如说起个名字叫 s.os， 然后这边呢我们选择最后一项应该是其他64位 Linux， 点击下一步内存呢给它1GB 就够了。然后处理器这块呢我们可以选择4核心勾选一下，下一步，然后这边呢选择不添加硬盘 OK 完成，继续先不要打开，点击右键设置，点击这个存储默认是没有盘片的这个 IDE 其实没啥用，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在 SATA 这个地方点击这个加号，然后我们点击注册按钮。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刚才那个转换之后的，就是这个文件导入进去，点击选择。OK，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的这个引导文件放进去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设置这个网络。那这边有4个网卡，实际上我们可以自由的勾选一下，因为我们想用这个 WiFi 做WAN口，所以我们启用第一个网卡。然后这个模式这个地方呢选择桥接网卡，然后选择我们的无线作为WAN口，因为网卡1呢通常都是WAN口。然后网卡2呢也启用一下，也是同样的选择桥接网卡。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选择这个有线网卡，好，这样点击确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启动了。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已经出来了当然这个视图呢你可以调整一下，可以调整大一点。我们回车看一下，我们输入 Quick Start。 好，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项呢是 Show Interface。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我的这个WAN口信息呢已经识别了，因为我主路由的这 IP 地址呢是 192.168.66.1 所以这边自动分配一个地址是66.135， 然后这个 LAN 口信息可能有小伙伴比较疑惑并不是 192.168.100.1， 那这个其实是 VirtualBox 虚拟机给强制设定的，后续呢咱们大家还可以修改，因为这个版本呢是去年的11月24号的这个版本，所以说我们直接用WAN口就可以直接访问，访问之后呢可以自己修改一下这个 LAN 口 IP， 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自己修改一下，选择第2项 Change LAN IP， 然后自己输入一下，比如说我们改成 100.1，然后这个子网延码还是255 OK， 好，然后我们再点第一项，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次呢就已经改回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访问这个 66.135， 我们按下 Ctrl 加右侧的这个 Alt 键就可以把这个光标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虚拟软路由后台的一个界面了。好，那首先第一件事呢是先升级，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最新版，好，点击这个固件升级，检查更新，下载固件。好，下载完之后呢，我们点击写入固件。稍等片刻呢，它就升级到最新版了。好，现在已经升级好了。
我们重新登录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就是最新版本啊，应该是2024年1月26号的一个版本。那实际上刚才我们说过，就是WAN口跟 LAN 口呢，分别对应的不同的功能。WAN口呢是用来接收信息的，就是我们那个 WiFi 啊，用的是 WiFi 6。然后这个 LAN 口呢，其实已经分配了 DHCP。我们在这边看一下。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机身的这个网口呢，接一根网线，接在其他的路由器上。当然，你也可以接到其他的这个交换机上面，都是可以的。总之啊，起到一个网络扩展的作用。点击网络，点击 DHCP。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接了一台路由器啊，另外的路由器已经正确的分配了 IP 地址 192.168.100.197 啊，这是那个便携的路由器。首先呢，我们先来一个内网的测试啊，点开这个 S-DOT 商店，然后我们在这边呢自己手动下载一个内网测速工具啊，比如这个 Homebox， 然后打开。我们先测试一下下行，然后再测上行。好，点击开始。好，大家可以看到，应该是可以跑到1000兆的。此时呢，大家可以看到风扇的转速已经达到了满速，因为这个测速的过程是比较耗费 CPU 的。好，大家可以看到，当你测速的时候，实际上它的 CPU 已经是100%了。测完下行之后呢，我们测一下上行。这个上行呢，应该是接的 2.5G 网口，然后点击开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CPU 呢也在运转，然后这个 CPU 呢目前也是100%的状态。好，那这个上行应该是可以跑满的。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一个临时方案，但这个临时方案并不会让你觉得很丢人的，因为它绝对是可以胜任软路由的绝大多数工作的。何况这个应用商店里面有很多内容我就不一一去解释了。这里面有很多的软件，你都可以去尝试。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实际应用当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接个手机或者接个电视盒子都可以哈。这边为了方便，我就接个手机，然后把 WiFi 把那个 5G 都关闭，然后直接用一根网线连接到我的手机。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测试。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个速度呢，基本上可以跑到300多兆这个是有线的一个水平哈，可能无线比这个要稍微低一些。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上传速度，因为其实上传带宽不会很高哈，上传带宽一般都是运营商给多少就是多少那这个就是实际应用当中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也是够用的。好，那刚才我们演示的其实就是 Windows 11这个系统，也就是这块硬盘。接下来呢，我们换一块硬盘。实际上这个小电脑呢是可以装2块硬盘的。这个2280呢，我打算装这个深度系统，也就是上次我们演示过的这个深度系统。好，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就是2块硬盘。在 BIOS 里面，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启动哪一块硬盘。好，我们把这个壳子装好。开机呢，迅速按下 F7然后我们选择深度这块硬盘。好了，那关于这个 Linux 怎么安装，我们上一期视频已经讲过了包括这个虚拟机怎么安装，其实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大家打开这个网页这个就是我写的一个开源的一个脚本它这个脚本的功能就是安装虚拟机和扩展包，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硬盘直通的一些东西。我们这边呢就复制这行代码，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终端粘贴一下，回车。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脚本已经下载好了。那么前面这几个步骤呢，我之前上一个视频已经讲过了，包括这个安装虚拟机安装它的扩展包，这些已经讲了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可以看上一期视频。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下载这个 S-OS 的这个固件其实这固件其实也已经下载好了首先呢是把这个软路由的固件转换一下，我们输入6，我们把这个固件给它拖拽到这个地方，然后回车。OK， 那大家可以看到桌面上已经有这个转换出来的之后的一个结果了实际上就是这个文件目前呢还没有这个图标，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root 身份的这个图标root 身份的这个图标的好处就是它的权限是最高的，包括如果后面想硬盘直通之类的，也是使用 root 身份比较方便。OK， 输入9，回车。好，那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图标。那这个脚本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先把它暂时关闭，然后双击打开这个虚拟机。那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呢，跟 Windows 上几乎是差不多的，我们就快速过一遍，点击这个新建，随便起个名称，然后这边呢同样呢还是选择最后一项，就是其他64位 Linux。之后我们点击下一步内存呢就给它1GB 就够了，然后还是4核心，启用，下一步，
然后这边呢，我们选择不添加虚拟硬盘，下一步，好，点完成，点击继续，好，这样虚拟机串接好了，然后点击右键，啊，这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存储这个地方，还是跟刚才一样，我们这边就快速过一遍，然后点击注册，啊，我们把这个转换之后的放上去，就是这个，好，转换之后呢，其实就是在桌面上，找到桌面，啊，就是这个文件，打开，好，点击选择，啊，这个存储就弄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它的网络，点击网络，同样的还是2个网卡，一个是 WAN 口，一个是 LAN 口。那么这边呢，第一个网卡我们选择的是桥接模式，然后用的网卡是那个无线。这个无线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W 开头就是无线网卡，就是我的 WiFi。然后接下来呢是网络2，点击启用，这边呢也选择桥接模式。然后这个时候选择有线网卡，就是这个 EN 开头的，就有线网卡。那然后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网卡1和网卡2这个地方，我们最好是选择这个控制芯片是 VertIO 这一项，可能效率会高一些。然后再有就是CPU 这个地方，硬件加速，我们可以选择 KVM。然后网卡3和4都空着就可以了。其他的一些选项呢，它不是必须的哈，我们这边就不用动它。当然，如果你觉得不需要，你可以把这个声音去掉。好，这样基本上就弄好了。弄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启用了。那么这个启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是正常启动，有一个是无界面启动。这个无界面启动就是在后台运行啊，这个就看你自己的个人喜好了。好，我们先点一个正常启动吧。好，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然后我们输入 Quick Start。好，第一项呢是 Show Interface，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已经识别到了我的网络192.168.66.23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网址去访问软路由的后台啊。注意这个 LAN IP 呢可以不修改啊，就看你个人喜好啊。其实用56.2的这个网关也是 OK 的，只不过我个人比较习惯100.1。好，这边打开浏览器跟刚才一样，还是点击固件更新。首先要升级到最新版。那我们为什么要升级到最新版呢？因为后面需要集成一些 USB 的无线网卡作为演示只有新版本才有，而老版本没有这个功能。好，现在我已经升级到最新版了。那接下来呢，还是跟刚才一样测试一下这个内网吧。这个呢是下行，然后呢这个是上行，然后我们再用有线做一个测试吧，也是上行开始。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可以跑到1900、2000的样子。这个网口呢是 2.5G 的网口。接下来呢试一下下行，开始。下行呢速度会快一些大概是2300兆左右所以说虽然是桥接模式，但是它的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这个网口呢，你可以接这个其他的无线路由器，或者直接接到其他的设备的终端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反过来做，用 USB WiFi 作为它的 LAN 口分配 DHCP， 用有线网口作为它的 WAN 口接收 Internet。好，那插上这根网线，这根网线是上一级路由器或者光猫，这个是 USB 无线网卡带发射功能的，型号呢在屏幕上方已经贴出来了。插好 USB 无线网卡之后呢，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虚拟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无线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多出来有一个无线网络2这个无线网络2呢，其实就是我们插入的这个 USB 无线网卡。我们点击设置看一下，点击网络，大家可以看到无线网络1、无线网络2。现在呢，我们应该用 USB 的无线网卡。我们打开这个虚拟机，刚才已经运行了，我们先把它强制关闭。然后打开这个虚拟机，点击设置，点击这个网络。那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呢我们是利用的这个 WiFi 作为它的这个WAN口，但是现在呢我们得反过来用这个有线网卡，这个是有线网卡，用有线网卡作为它的WAN口，然后网卡2还是桥接模式这次呢我们选择 USB 无线网卡，这个就是 USB 的无线网卡 WLAN 0这个就是。好，那这个地方如果你不确定的话，那你可以自己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叫 WLAN 0。怎么看呢？非常简单，我们点击设置，点击网络。好，这个无线网络2的这个地方，那这边呢我们点击右侧这个小尖括号，那么这里面有一个 MAC 地址，大家看一下，那个 MAC 地址这个地方写的就是 WLAN 0。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点击这个 USB 设备
好，我们选择这个 USB 3.0 控制器，然后点击这个加号，然后我们要选择刚才的这个 USB 网卡，那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勾选一下。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USB 的这个无线网卡才真正被虚拟机识别。好，点击确定，然后启动。这边提示这个 WiFi 已断开这个是很正常的哈。为什么断开了呢？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 WiFi 给这个虚拟机来用了，就相当于有点是直通的这个概念吧。那为了证实我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点击设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无线网卡呢，刚才是2个，对吧？但是我们把 USB 的无线网卡让这个虚拟机占用了之后呢，它只剩下1个板载的无线网卡。然后我们这个小电脑呢，我们既可以用有线来上网，又可以用这个无线来上网。这个 USB 的无线网卡呢，就给虚拟机来用。打开这个虚拟机，输入 Quick Start。好，第一项的 Show Interface。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分配的 IP 地址是66.232，所以呢，我们还是照常访问回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左侧这个网络下面，相比刚才呢多出了一个无线，那刚才是没有无线的，对吧？现在呢已经被这个虚拟机里面的虚拟软路由系统识别了。打开看一下，没错，现在已经有了只不过默认是没有启用的状态。我们这边呢可以编辑一下再启用。这边呢可以看到目前呢是没有密码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点击这个无线安全，给它加个密码。好，其他的其实就不用动了。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工作的频率呢就是 AC 模式然后是80兆赫兹，这些都是默认的，其实不用改。点击启用。好，那这边呢已经显示出了这个 OpenWRT 的这个信号，我们用本机自己来搜索一下吧。如果我们本机电脑呢，其实也是可以搜索到这个信号的。为了客观的测试，还是用其他的电脑。好，那这是另外一台电脑，这个就是它的信号，我们点击连接。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我已经成功的连接到了虚拟软路由的 USB 的无线网卡。我们点击这个详细信息，首先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IP 地址是正确的，所以现在这个网络呢就是虚拟软路由的 WiFi 发射出来的信号。那我们来测个速。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速度还可以吧？当然我目前距离这个我的这台小主机并不是很远它俩挨着300多兆，我觉得这个速度可能比我们刚才那种方案更加靠谱一些当然了，我个人还是觉得大家尽量是接路由器，如果说实在没有条件，可以接这个 USB 的无线网卡但是现在我们试的这种方案呢，仅限于什么呢？仅限于是这个 Windows 和 Linux。如果后面我们演示苹果电脑的话，这个 USB 网卡可能就是不识别了因为可能没有它的相关的驱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临时方案吧，虽然是 USB 无线网卡看起来很单薄，但是能跑出320多兆的速度，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满意的。好，我们切换到苹果的 Mac Mini 电脑，然后首先呢是下载这个虚拟机。那这个虚拟机呢不是 VirtualBox， 打开这个网页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官网 UTM。那这个 UTM 的虚拟机呢可以虚拟很多的系统不管你现在用的是这个 ARM 的这个 M1 芯片、M2 芯片，还是以前的这个 X86 的这个方案的 Mac OS 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个虚拟机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呢它是免费的不用花钱。我们点击这个下载按钮这边我已经下载好了，我们双击打开，然后我们安装一下，点击这个 UTM， 然后点击打开。好，在创建之前呢，首先下载这个 S-OS 的固件，跟之前一样，还是它的官网去下载，点击固件下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下载完之后，那肯定是需要解压的。那我推荐用这个 MagZip 这个工具。好，这边呢我已经下载好了，就是这个固件，点击右键。打开方式，选择 MagZip。好，我们点击全部解压。好，那这边呢就已经解压好了这就是准备工作。我们点击这个创建新的虚拟机，然后这边有2个选项，一个呢是虚拟化，一个是模拟。因为我们这次模拟的是这个 X86 的，所以这边呢我们选择第2项。因为我们这次安的既不是 Windows， 也不是普通的 Linux， 而是 OpenWRT 的系统，所以这边呢我们选择其他。然后这边一般都会上传一个 ISO 的镜像，但是我们肯定是用硬盘安装的，所以这边呢点击这个跳过，然后点击继续。对，没错，这个架构这个地方呢，我还是选择 X86。
然后这个系统这个机型啊什么的，其实默认都不用动，它默认是什么就是什么。内存这个地方大家可以适当的改一下，我觉得1G 就够了啊，我们改成1024。然后 CPU 核心这个地方其实默认就可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点击继续。然后这个就是驱动器的大小啊，就是我们OpenWRT 的这个硬盘的大小。其实这个我们可以随便写一个比较小的啊，比如说8GB。点击继续。这个是共享目录，一般也用不到。点击继续。然后我们把这个 Open 的选项勾选一下啊，在这边呢，我们起个名称吧，比如说就 SOS。那接下来呢是一些细节的东西。那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其他的 USB 设备，那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共享，一般其实也不用动。最主要的是网络这个地方，那默认情况下是这种共享网络，我们这边应该选择桥接。那涉及到桥接呢，就有一个桥接的接口是哪一个？一个是 EN0， 一个是 EN1， 这分别对应的是哪一个？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在那个系统信息里边查一下。我们点击这个系统信息，那么这个点击 WiFi 这个地方，它的接口名称呢就是 EN1。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以太网，这个以太网呢就是有线，大家看到 BSD 的名称是 EN0。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确定了，有线网口呢叫 EN0啊，无线的这个网卡呢叫 EN1。这次呢使用这个 WiFi， 就是内置的 WiFi 做万口，所以把第一个网口呢应该设置成 WiFi， 所以我们对应呢在这边呢选择 EN1， 然后模拟成一个有线的网卡，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一个，然后点击这个加号新建，我们再添加一个网口。然后同样的，在这边选择桥接，刚才是 EN1， 现在我们选择 EN0， 这个 EN0 代表的有线网口，还是选择这个网卡。声音这块实际上你可以删掉，没啥用。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导入的这个镜像，它默认呢给我们分配了一个空的硬盘，这个是没啥用的。我们点击新建，点击导入，这个导入呢就是可以导入这个 MG 的镜像，点击打开。然后这边我想插播一句啊，就是这边不是有2个 IDE 驱动器吗？实际上我们就保留一个就行了。刚才我们创建这个空盘没啥用，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先右键移除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启动。好，就是这个熟悉的画面，没错。你现在看到呢，就是 M2 芯片的 Mac mini 啊，它是一个 ARM 架构的，但是我们模拟的是一个 X86 的那个软路由系统啊。其实其他的一些 ARM 的架构我也测试过，不太行。目前能用的就是这个通用的 X86 的这个固件，这个是保证可以用的啊。当然了，这个相比于之前我们使用的这个 VirtualBox， 它的启动速度肯定是要慢一些的，因为这个毕竟是用 ARM 的机器去模拟 X86。那我们这边还是同样的输入 Quick Start，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网口信息，然后输入这个网址，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右侧的这个网口信息呢已经识别了，这个 WiFi 呢就是它的WAN口，然后它的 LAN 口呢。当然其实是没有接线的啊。等一下我接一根这个网线到这个其他电脑或者是手机上啊，这样吧，我们就直接用手机做测试。那这根网线呢是虚拟软路由出来的，我现在直接连接手机，看一下，现在已经识别了。好，我们这边打开测速软件啊，可以看到它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那此时呢几乎是听不到什么 Mac mini 的一些散热的噪音 ，CPU 的负载也是非常低的。也侧面反馈出这个 CPU 还是非常的炸裂的。我们在坚韧交换机做一个对比的测试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好，点击开始。好，大家可以看到坚韧交换机之后，它的速度呢差不多可以说是持平的所以说不管你后面接的交换机也好，还是路由器也好，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所以这个作为临时方案，我觉得是完全 OK， 完全够用的，甚至不会觉得很丢人。这个速度相当的炸裂，比之前的 Linux 还要快。好，那以上呢，我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分别讲了 Windows、Linux 和 macOS 3个主流系统的单网口迷你电脑做临时软路由的方案，并且呢，也做了简单的测试。其实这一期视频呢，最主要目的呢，是希望大家善于利用手边已有的设备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激活安卓原生 TV 之类的问题，顺便呢也能了解一下每个平台的讯机的特点。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任何启发的话，那我就非常开心了。如果觉得有用的话，不妨收藏一下本视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系统重置了，发现这个万口访问不了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我们打开这个命令行，我们编辑一下一个文件我们编辑一下这个文件。那么 WAN 的这个选项里面，它有一个
防火墙的设置，默认的情况下，这个 input 这里面是一个拒绝的状态。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成 accept， 我们输入 accept 啊，注意都是大写。这个 VI 编辑器呢，你要会用，按下 ESC， 然后冒号 WQ， 啊，这样就保存了。保存之后呢，我们需要重启路由器，或者是重启这个网络设置。我们输入-etc 空格 reload 或者 restart 都可以。我们直接输入这个 restart 吧。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网络设置呢就生效了。生效之后呢，我们再次访问刚才的地址，再试一下。在这个页面，我们点击刷新。好，大家看到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万口就可以访问了。